男孩掰下一段植物的根茎，放到嘴里浅尝了一口，发现味道竟然还不错。接着他又尝试去食用地上的草，没想到竟同样美味。整片树林就像是用食物做成的一般。随后他试探性地走进小岛的深处，下一秒忽然就传来了一阵嘈杂的声音。定睛一看，竟然有无数的猫鼬矗立在水池中央。对方也感受到了男孩的存在，纷纷抬头望去，看着眼前的这个大家伙，他们并没有发起攻击。男孩也不想搭理对方，现在只想舒舒服服地洗个澡。在赶走这些小家伙后，他便毫不犹豫地跳进到了水坑中。久违的舒适感让他忍不住在里面畅游了起来。就在他洗完澡准备休息时，发现老虎此时也过来了。这个家伙正在享用美食，可奇怪的是，这些猫鼬面对捕食者却没有丝毫想要逃走的打算。看到对方吃得如此开心，男孩也露出了欣慰的笑容。但到了晚上，猫鼬群又突然开始四散而逃，他很是疑惑，就连老虎也连滚带爬地跑回到了船上。不多时，猫鼬们就来到了树上。原来这些小家伙只是想睡觉了。但紧接着男孩就发现了一件可怕的事，水坑里不仅突然发出了耀眼的光芒，还同时飘上来了许多的死鱼。更奇怪的是，他们的尸体就像是被什么东西腐蚀了一般，露出了森森白骨。他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。老虎则安静地坐在船上，很显然他不敢再靠近小岛了，因为整个小岛看起来就像是个人形生物。随后在好奇心的驱使下，男孩从树上摘下了一朵奇怪的花，掰开一看，里面竟然有一颗人类的牙齿。他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幕，这里很有可能是一座食人岛。男孩知道自己必须要赶紧离开了，于是第二天一早他就带了满满一船的食物，除了树的根茎以外，还有上百条猫鼬，这应该够他和老虎吃一阵子了。自从他们离开后，就再也没人见过那座食人岛了。一人一虎再次踏上了求生之旅，但其实船上本来是有5只动物的。男孩和家人所乘坐的轮船遇到了大风暴，他及时的逃到了一艘救生艇上，却在这时一只斑马也跟着跳了下来。就在他有些不知所措时，海里面又冒出来一只老虎，他被吓得赶紧跳入了水中，接着就赶忙爬到了一旁的桅杆上。可水里面毕竟还有鲨鱼，见老虎不在，男孩就想回到船上来，却没想到船舱里面又钻出来一只猎狗，这下可好又多了一个危险的家伙，他又只能再次爬回到桅杆上面去。好在这只猎狗有些晕船，一时半会拿他没有办法。可突然男孩好像听到不远处正有什么东西在叫唤，他循着声音望去，没想到竟然是一只狒狒。随后善良的他将其救了上来。一个人类和几只动物就这样开启了一段惊心动魄的求生之旅。可食草动物和食肉动物在一起，必定会掀起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。猎狗先是把目标瞄向了威胁最大的男孩，可男孩手里的木棍让他毫无办法，他急得四处乱窜。于是这个家伙又将目标转向了受伤的斑马。虽然他和狒狒极力阻止，但斑马还是没能逃脱掉被吃掉的命运。男孩害怕对方会趁自己不注意袭击自己，所以他整整一晚都待在桅杆上没有合眼，甚至还差点掉进海里淹死。等他清醒过来时，猎狗已经冲了出来，而一旁的狒狒早就看不惯他残忍的做法，一棒槌就将其敲晕了过去。可就当他松了一口气时，对方又突然冲过来，一口咬住了他的脖子。没想到这个家伙刚刚是装晕的，等男孩赶过来查看时，狒狒早已经没了动静。愤怒至极的他冲着猎狗就开始大声呵斥，没想到下一秒就从船舱里钻了出来，并且一口咬死了猎狗。男孩见状赶紧把一旁的救生圈丢下去，好在由于船体太晃，老虎一时半会爬不上来。随后他瞅准时机就跳进了海里，就这样他将唯一的生存空间让给了对方。可看着水里的鲨鱼，男孩知道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，于是趁老虎睡觉时跑到船上想偷点物资出来，结果却发现了一个意外惊喜，船舱里竟然放有食物，而且还是满满一箱。紧接着他就迫不及待地开吃起来，这是他被困以来吃的第一口食物了。吃饱喝足后，他又悄悄地将罐头转移到了木筏上。就在这时，第5只动物老鼠出现了，还不等他想明白怎么回事，老虎就闻声扑了出来。好在船舱的帆布卡住了他的爪子，可好奇的男孩竟想要上去和他打招呼，对方见状直接从船舱另一头钻了出来，而老鼠出于本能对猫科动物的恐惧，便爬到了男孩身上。没想到他却直接将其丢给了老虎，自己则趁机回到了木筏上。可一只小小的老鼠这个家伙哪里吃得，还不等他回到木筏上，对方就追了上来。好在这里是在海上，老虎施展不开，他才侥幸逃过一劫。可男孩知道等船上动物的尸体被他吃完后就会轮到自己，显然在这里坐以待毙不是办法，于是他写下一封求救信放到瓶子里，随后就抛向了大海，只希望有路过的船只能够看到。接着他拿出先前找到的那本海上生存手册，开始学习上面的生存技巧。幸运的是他在上面找到了如何和猛兽相处的方法，那就是要建立属于自己的地盘。第一步先是选择一个风浪比较大的时候，让船只不断的晃动起来，使老虎陷入晕船的境地，同时还要一边吹着口哨，然后再不断的重复这个步骤。如此一来以后，每当老虎听到哨音时，就会联想到晕船的不适感。果然在男孩的操作下，对方已经开始有些迷迷糊糊了。看到这个家伙开始恶心犯罪，他赶紧爬上船准备抢回自己的领地。按照动物界的规矩，只要往这里撒一泡尿，就代表这块地盘属于自己了。老虎看到后却哈哈大笑起来，跟我比撒尿你还是嫩了一点。眼见书本上的方法行不通，男孩就决定尝试一下自己的方法，那就是将其当成宠物来喂养。虽然这个家伙有足足200公斤，但终归是猫科动物的一种，是猫咪就能被驯化，它们不都喜欢吃鱼吗？那就投其所好。可抓了半天，男孩连一条鱼苗都没抓到。眼见这个人类靠不住，饥肠辘辘的老虎索性自己跳进了海里。可他爬树还行，在海里抓鱼还是差了一点。他看到后在一旁止不住的大笑，却不料下一秒对
对方突然调转方向朝他游了过来，男孩被吓坏了，赶紧拽动绳子拉动小船。等小船靠近后，他立马就跳了上去。为了防止对方借助木筏爬上来，他又连忙将其收回到了船上。老虎也没想到自己只是去抓个鱼，结果家就被偷了。随后男孩找来一把斧头想要杀掉他，但看着对方可怜巴巴的样子，他还是没忍心下去手。毕竟在这茫茫大海之上，这个家伙是自己唯一的伙伴了。他还是决定把小船还给对方，接着便扔下一块木板让老虎爬了上来。为了能活下去，他们应该和平共处，共同度过难关。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，食物也已经见底了，于是男孩决定赌一把，用仅剩的一点残渣去钓鱼。他也不知道能不能钓到，好在幸运女神眷顾，很快一条大鱼就上钩了。他瞅准时机，一把就将其拎了上来。这条鱼看起来有足足几十斤重，男孩使出全身力气才将它摁住。随后他连忙拿来斧头，朝着鱼头就毫不犹豫地劈了下去。但看着鱼儿痛苦挣扎的样子，他又有些不忍心了。不过为了生存，又不得不这样做。可下一秒，他却将鱼儿扔给了老虎。对方也是喜出望外，终于吃到鱼了。这就是男孩能想到的最快驯服对方的办法。第二天，饥肠辘辘的他偷偷跑到船上，想要再搜点物资出来，却不料下一秒，一条鱼就径直砸到了他脸上。当他转头望去时，就只看见无数的飞鱼正朝他们袭来。老虎看到后，立马就张开大嘴，直接当场享用起来。男孩看到后也可以放下心来，自己的朋友终于不用再为食物而发愁。可突然，一条蓝鳍金枪鱼也跟着飞鱼群跳出了海里。想来这条金枪鱼是来捕食他们的，现在自己却反而成了食物。这么大一条，够他吃上好几天了，所以他不想让给老虎。很快，一人一虎就扭打了起来。男孩直接拿起木棍怒斥对方，强大的气势竟真的吓退了他。老虎心生畏惧，只能跑到一旁默默地捡地上的小鱼吃。他见状就决定要彻底降服这个家伙。等船上的飞鱼都被他吃完后，他便拿出木棍挑逗他。由于天性所致，对方很快就被木棍吸引住了。可毕竟自己不是普通的猫咪，面对男孩一而再再而三的挑衅，他有些生气了，朝着他就扑了上来，却被男孩一个呵斥就吓退了回去。但为了更好的驯服对方，他又从包里拿出一块鱼肉，慢慢的递到他面前。一看到肉，老虎眼睛都直了。为了吃饱饭，他不得不放下森林之王的架子，趴在地上化身成了一只猫咪。紧接着，男孩又拿起木棍在船板上敲了敲，然后再往那里丢出一块鱼肉。老虎看到后便毫不客气的走了过来，看到对方乖巧懂事的样子，他很是欣慰。紧接着又往另一边也同样的丢出一块鱼肉。如此重复几次之后，世界上第一只野生的家猫便诞生了。等他吃饱喝足之后，男孩只是简单的呵斥两下，他便乖乖的回到了窝里。历时半个月，他终于将这只老虎给驯服了。虽然一人一虎实现了和平共处，但他们又不得不面临一个新的问题，那就是如何回到陆地上。这天海面上突然出现了一艘轮船，他见状赶紧拿出信号枪来，可由于距离太远，轮船根本就注意不到。即使他打完了所有的信号弹，最终也没等来救援。日子就这样一天天的过去，长期的漂流让他已经渐渐的分不清现实与梦境。他会时常在水里看到一群动物以及自己的女友，可灾难总是不期而至。一场巨大的风暴正以毁灭之姿袭来，承载他们生命的小船就像是一片孤叶，只能任由海浪将其掀来覆去。看到老虎痛苦挣扎的样子，男孩怒斥上天。好在一人一虎最终还是成功的度过了风暴，可老虎此时已经疲惫不堪，几乎快要晕死了过去。他用水轻轻地将对方浇醒，紧接着又把他的头放到自己的腿上，希望这样他能够好受点。而老虎则安静地躺在他怀里，他们一起经历了生死考验，也算是患难好友了。随后男孩也昏昏沉沉地睡了过去。等他再次醒来时，已经来到了这座食人岛。在这里，他遇到了无数的猫鼬，以及奇怪的水池和长着人类牙齿的花朵。出于害怕，第二天他就带上食物离开了这座小岛。之后又不知道过了多久，一人一虎终于看到了陆地，而老虎下船后先是伸了一个懒腰，随后便头也不回地朝丛林里面走去。男孩本以为他会好好跟自己告别，可直到对方消失在视野里，他都没有等到这一刻。不多时，他就被路过的渔民救走了。在路上他痛哭流涕，但并不是因为获救后的激动，而是想不到老虎如此轻易的便离开了自己。明明他们一起同过生死，共过患难，最终连一个告别都没有。然而故事真的是这样吗？长大后的男孩又讲述了另外一个版本，和他同船的并不是动物而是人。那只斑马其实是个水手，跳下来的时候摔断了腿，而狒狒是自己的母亲。那只猎狗是船上的厨师。开始所有人为了生存都相处得很融洽，可渐渐的船上的食物越来越少，最疯狂的事情便发生了。厨师为了活下去，当即就决定杀掉那个受伤的水手。男孩的母亲看到后赶紧上前阻止，却也惨遭了对方的毒手。随后愤怒的男孩杀掉了厨子，而那只老虎便代表了他内心的邪恶。因为太过残酷，所有人都不敢相信第二个故事，但电影还有很多细节，比如那只老鼠又是谁，所以第二个故事也不是真相，而真相远比这个更加残酷。本来男孩的父亲经营着一家动物园，可由于经济大萧条，一家人不得不
不去往国外谋求生机，半路却遇上了大风暴。好在一家4口都及时逃到了救生艇上，而爸爸跳下来时摔断了腿。他们在海上漂流了整整1个月，食物也早就被吃完了。饿了好几天的一家人渐渐的开始分不清现实和梦境了。哥哥把爸爸看成了一只斑马，想要上前吃掉他。妈妈跑过去阻止，却被神志不清的哥哥杀掉了。等他回过神来后，才发现自己杀死的竟然是自己的亲人。他无法接受这个事实，所以面对弟弟的报复，他并没有反抗。而那只老鼠则是男孩的女友。就这样，他靠着这些亲人活了下来。当然，电影没有去展现这些血腥的画面，而是通过其他方式隐喻了出来。想必那座人形的小岛代表着什么，大家应该都知道。整部电影没有什么血腥的画面，看完后却让人一阵后怕。I am love in a rainbow, no rainbow is gone. I am love in a rainbow.